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PH7。绝大多数车友，无论2轮还是4轮，每当大家看到最高端科技、最丰富配置或者最昂贵车款这样的标题，好奇心常常就会被激起，甚至和女生谈到购物时的心情有点类似。今天我们就尽力有情怀的做一个世界10大最昂贵重机盘点，暂时忘记什么170、60、R17、60H， 也不要研究什么 SFF、BPF、BFF， 而是希望在俗套中尽可能带给大家一些纯粹的情怀，一些也许你之前并不太了解的信息，马上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排名第10位，没错，一来就是 B 字头车款 BMW S1000RR HP4 Race 2017。这款 HP4 强大到足以载入史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真正第一款仿赛仿道超越比赛用车的量产车型。主体车身全碳纤维化材质，动态平衡悬吊，弹射起步，甚至搭载各项运转数据实时显示功能，比赛用车有的它一样也不少。再加上去掉了通讯、计时、GPS 等各种不必要的负担，反而比赛道用车更轻，直列4缸 999cc 215匹马力146公斤，在400米距离内吊打当年的机械巅峰1200匹马力的布加迪 Veyron Super Sport。 这款车被人们如此追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让所有人看到市售仿赛车款究竟可以做到多么纯粹。接着排名第9的，相比起来就小众很多，来自德国 Wunsch 车厂的 Mammut 2000。这里要注意，2000不是2000年车款，而是代表2000cc排量。没错，这个专注大排量重机品牌的发展历程与我们熟悉的Honda、本田的经历恰好相反，他们是在萌生了制造重机的想法之后，就直接去把同国家的汽车品牌 NSU Prince 的汽车引擎拿来使用。与 BMW 所追求的纯粹不同，这个品牌有的是一种对马力的纯粹追求，终于在1997年突发奇想，从熟悉的1200cc跳跃到2000cc。前后耗时4年，耗资2500万德国马克，这款10年动力称霸全球的重机才研发成功。可惜的是，受限于354公斤的车重和尽可能想要贴近欧洲市售车辆的车型考量，最终尾速被电控限制在250公里。来看我们的第8名 Ronex 500，看外形设计认为是一台旧款车型，错，它反而是2014年的车款。看到名字中醒目的500，认为是一台中低级距车款，又错，它才是真正来自洪荒的猛兽。远在2002年，随着规则改变， MotoGP 出现，叱咤风云的顶级2轮赛事Moto 500才渐渐淡出。仔细看这台 Ronex 500，你会发现它的车身设计线条其实才是许多年以来顶级机车最具代表性的剪影。在这项赛事淡出大家视野12年后的2014年，机车爱好者对那个伟大时代的喜爱依然绵绵不绝。于是 Ronex 怀着纯粹的初心，带来这款市售复刻版 Moto 500车型，80度夹角 V4 引擎，采用纯粹狂野的2行程模式，使得 500cc 的排气量却能提供高达160匹马力的效能。再加上整车净重仅有145公斤，称它为扭力宗师毫不为过。最昂贵机车第7名 MV Agusta F4 1080cc 2007，终于出现我们的意大利传奇奥古斯塔。连续几年在很多卖座电影中出现，例如安吉丽娜·朱莉的惊天动地60秒，威尔史密斯的机械公敌，以及克里斯汀·贝尔的蝙蝠侠黑暗骑士，10年风头之盛一时无两。这款 F4cc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06年米兰车展上首次展出。cc 2个字母代表的是奥古斯塔的老板 Claudio Castiglione 的首字母缩写，得益于3毫米的膛孔，发动机排量增加到1078cc。官方数据显示，在12200转时达到峰值200匹马力，碳纤维车身，镁合金材质后摇臂，阀门和排气管消音器均由钛合金制成。即便是不得不受当年轮胎的材质所限，尾速被局限在315公里，它也超越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Suzuki 的 Hayabusa。限量生产100台的 F4cc， 每台均搭配专门设计的一款 Girard Perregaux 的腕表和一件 Trussardi皮衣。到这里的价格已经超越了同年款 Porsche 911，甚至在当年的限量车款中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区间。时至今日，据说它的收藏价值更是已经暴涨了50%。接着来到第6名 Confederate P51 Combat Fighter， 来自美国小众车厂 Confederate 同盟，延续其一贯的极简、野性、前卫的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出这款市售机械艺术品。整体效果非常具有蒸汽朋克风，也带有一定的后现代美式机车特色。P51的名字来自引擎动力管理系统 Delphi 51毫米 SNS 节气阀门，56.25度夹角微型双缸，拥有无可匹敌的2163cc排气量，比
后来哈雷最高配的密尔沃基8号多出足足240cc， 并搭配干式离合器，内部以堆叠方式配置，从而缩短了变速箱的长度，使用了安德鲁斯齿轮来推升齿比极限，因此这款 P51 在5100转时即可达到最大马力145匹，最惊人的是最大扭矩163牛米，在仅2000转即可触发。举例比较，扭力方面，刚刚得到提升的2021款雅马哈 MT-09， 其最大扭矩只有93牛米，且要在7000转时才可达到。更直观一点说，2000转也就是略高于车辆静止时的怠速而已，在它面前，什么低转高扭、扭力大师，只要停车起步，通通都是后视镜里的景色。车身主体构造是以1500磅重的太空飞行器级铝材原胚，经整体熔炼之后，手工一寸一寸打磨而成。因为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相同质量和强度的材料能与之匹敌。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没能够保值成功，原因却是很值得恭喜的。因为后续成功的市场运作，这款最初打算限量生产的机车，最终得以不断翻新进化，甚至还衍生出更多系列，以至于它本身的价格反而沦落到和其他市售车型一样的处境，不升反降，买来就变成二手。针对于这个情况，官方销售方案也及时相应做出了调整，只要你成为同盟车主，那以后同系列车款的升级改造通通都包括在内，只需支付一定量的特殊零件和手工费用即可。紧接着我们来看排名第5位 Saturn MMX500 2015。熟悉顶级机车赛事的朋友一定不会对 Saturn 这个来自瑞士的品牌太陌生。大家熟知的目前 MotoGP 宏达本田车队的 Marc Marquez， 早在 Moto2 时期就和 Saturn 品牌有着一段相互成全的佳话。主要作为车体生产商的 Saturn 和许多大厂牌、大车队都有着紧密合作，诸如 BMW、Aprilia、Kawasaki 等等。最近的成功合作案例就是基努里维创建的高端重机品牌 Arch。由于是同级距的车体制造商 ，MMX500 当然与前面提到的第8名 Ronex500 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都是微型排列4缸2行程引擎。不同的是 MMX500 更称得上是猛兽中的猎食者，更大的排量 576cc， 更大的马力195匹，更快的尾速每小时310公里，车重却只有127公斤，大概仅相当于一台 150cc 尾式牌的重量。另外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就是，这款车在2016年最初发售的时候，为所有车主提供经典 Moto500 大奖赛的各大厂队涂装，例如 Rossmann Honda、Yamaha Marlboro、Yamaha Goloaz、Suzuki Pepsi 以及 Suzuki Lucky Strike 等等，让往日传奇得以继续在车主车迷之间传递，经久不息。继续我们的排名，来到第4位 FJR Midalu 2500 V6 2016，既没有8缸 Boss House 或者10缸 Dodge Tomahawk 的缸数多，又没有 Rocket 3 VMAX、B-King、Hayabusa 1400 ZZR 甚至 GX10R 那么实用，但是谁让我们介绍的是10大最昂贵机车呢？售价肯定是第一衡量标准。这款要价超过12万欧元的 Midalu 2500 V6 名列第4，只能说实至名归。而且来自捷克的 FJR 公司确实保证了这款 Midalu 的更新换代和市售量产，他们甚至参加了2012年度 Moto3 大奖赛，并在其中的法国站拿下第7。那么相比于上面提到的 Boss House 和 Tomahawk 等车款，这款 Midalu 2500 V6 确实是更值得列入榜单的。外形方面，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是看到太多 Ducati Diavel 的影子。当然，微型6缸 2500cc 排气量，最大240匹马力，确实看起来比 Diavel 的数据更惊人。但考虑到售价只有这款捷克重机的1/5到1/6，这种情况下，走相似外形的路线必然会引起更多的比较，反而就会变成不是那么明智的销售策略。所以我们也只能尽量去想，这样的策略选择是受到了一种纯粹欣赏的激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初心和出发点是绝对值得被鼓励。毕竟很多现在赫赫有名、引领风潮的大厂牌，也都是从相似的原始梦想启程的。接着就来到第3名 Miguel Type 1 2015，这款来自法国小众车厂 Miguel 的重机，在机车收藏界其实颇负盛名。对于这款车要说的实在太多。1992年立项，1999年推出原型车，更惊人的是，差不多15年之后的2015年才正式推出第一台实车，前后经历23年，这个速度确实很法国。不过不得不说，耗尽心力绝不妥协打磨出的作品确实精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全车无限可定制，品牌创始人所热衷于呈现的高端机械腕表般的工艺，忠实体现了那个时代机械生产技艺的巅峰，细致到从每个螺丝钉的纹路刻画到皮革每针每线的缝纫固定，45种皮革材质，25种喷漆配色，多种车体材质，囊括皮革、原木和钣金，这复古3大材质的仪表板选择，为每位客户量身定制专属于你的个人风格。每部车体都使用80公斤高纯度 AS7G06 太空铸造铝胚，经由法国航空铸造厂整合锻造，再经由大师级手工打磨，最终成型为开创性的自制成一体平行双壳。也许正因为是这样，每当人们谈论起这台车时，总是会不自觉的更多关注于这些工艺和细节，而理所应当的忽略掉它的效能部分。也有可能是看多了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拥有怪兽级别数据的机车之后，这款 Type 1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8000转时达到106匹马力，5300转时达到1000牛米最大扭矩，刚迈入公升级的1036cc 排气量。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它并不是8缸、6缸或者4缸，而是双缸。通过大家都
熟悉的水平对卧双缸、微型双缸机型，大排量双缸的魅力就可见一斑。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上世纪20年代道格拉斯品牌的启发，它所搭载的是绝无仅有的180度垂直对向双缸。为了梦想中机车该有的样子，攻克承重结构和引擎这2项难题就耗时将近20年。这是一众偏重商业运营的品牌谁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再加上诸如历经100多种设计变化，经过1500小时研究的专利散热器，全车10万公里实际道路行驶实测，所以千万别被它的外表所迷惑，这绝不是一款奢华精致、华而不实的收藏摆设，而是一台货真价实、秉承高端机械腕表工艺、号称永恒精准运转精神的机械猛兽。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品质做工的精益求精，乃至于边角打磨、断面抛光、结构布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像是从儒勒·凡尔纳所描绘的科幻世界中误入现实的一台机械艺术品，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纯粹的机械情怀。来看我们最昂贵表单的亚军 Aprilia RSV4 FWGP 2017。鼎鼎大名的 Aprilia 品牌一直以来所主打的就是它的仿赛系列车款，品牌为赛道而生的热血，甚至可以从他们的滑胎车和速可达的设计上面感受得到。从2013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 RSV4 FW 这个系列，在2017年达到顶峰，因为在这一年他们正式发售了这款针对2016年 WSBK 赛事的 Aprilia Racing 场队比赛用车的复刻车款。它绝不是像前面我们提到的 Ronex 和 Saturn 那样车体制造商的原型车款，而是对赛事实际用车进行1:1100%的纯粹完美复制。65度微型4缸，预设250匹马力，全钛合金蝎子管，碳纤维整流罩，铝合金一体锻造车身， Öhlins FGR 300和 TTX GP 前后悬吊，电控实时调整液压前叉， Brembo 顶级赛事制动器，真 MotoGP 场队 ECU。 2 hours later。336毫米制动双盘，不搭载 ABS。 说好的不念术语呢？为了保证对实际比赛用车的完全还原这个概念的绝对尊重，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被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乃至于严苛到很多地方运用的粘合剂都要选用同样的品牌和规格。如果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连 WSBK 赛事规定的假车灯真贴纸都完美复刻。也许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少了一些合作商的 logo 和车手号码数字了吧。没错， FW 所代表的 Factory Work 厂队出品就是这么纯粹。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搭配的客户服务，成为 RSV4 FW 车主后，您会被邀请至 Aprilia 位于意大利的总部进行签约，并在销售人员和工程师的陪同下，根据需要从头到尾自主定制车辆。在车子生产的同时，你可以实时收到车子组装进展的照片和视频。同时 Aprilia 会为你开通一条私人专线电话以及一个实体接待地址，专门只为解答你对车子进展的所有疑问。车子交付时，随车附送全套 Aprilia Racing 竞赛皮衣，一张下一年度任意一场 MotoGP 赛事的尊贵体验周末套票和一个 GP 赛道日，以便接受 Aprilia Racing 场队的驾训辅导课程，学习如何根据骑手状态和赛道来调整机车，并和他们一道体验一套完整而真实的 GP 比赛日流程。看到这个系列的车款一直得以不断更新，想必幸运儿车主必定不在少数。接着隆重介绍众望所归的冠军 Honda RC213 VS 2014。这款机车堪称家喻户晓，无论你是喜欢收藏猎奇的玩家，还是顶级机车赛事的车迷，都一定不会对这款车感到陌生。所以我们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再占用大家时间来班门弄斧，生硬的介绍关于它的数据和配置。如果非要我选择一个纯粹而有趣的角度，我可能会说一个词，阉割。可能有人会质疑，为什么会选择这么粗鄙的一个词汇？没错，这确实不是一个文雅的词汇，但是不文雅并不代表不正确，更不代表我们就一定十分清楚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很多事情常常就是开始于讳莫如深，接着渐渐变得一知半解，最终就会造成不可调和的误会。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何尝不是如此呢？这里简单多说两句。通过许多台湾 YouTuber 的影片，我们了解到，目前出于环保法案的考量，会对车辆的功率做出限制，很多原厂大排量的机车就不得不根据在地车检法案做出调整和妥协，这就是大家常常会听到的阉割版本。那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欧洲国家也很普遍，像是在法国市场一直以来的称谓就是阉割版本，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原则性的差异。在欧洲地区，这个对大功率的限制并不是出于环保考量，毕竟环保已经有按部就班逐级递增的环保法案管制，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这个功率的限制其实是出于保护经验不足的骑士自身以及所有其他用路人的行驶安全。简单来说，要申请取得相当于台湾红牌的欧洲 A 级重机牌照，必须先取得相当于黄牌的低一级 A2 牌照，并且谨慎上路行驶2年以上的条件。而无论是 A 级、A2 级还是更低的入门级3轮机车 125cc、50cc 级距等等，区别它们的数据就是引擎排气量和电控输出功率2项。所以实际上各大车厂在对所有车型进行定位时，排气量与功率
率其实是分别对应环保法案和考照制度，并不是混淆在一起的。乍看起来似乎是一回事，但其实会造成很多差异。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各个地区的不同环保法案、路权、道安以及考照制度。言归正传，简单来说，如果说我们的亚军 Aprilia RSV4 FWGP 还只是 WSBK 与 MotoGP 的合成体的话，那么这款 Honda RC213VS 就是经过调整以适应公路行驶的纯粹 GP 实车，所以与通常的车辆标注中代表 Sports 的 S 不同，这里的 S 代表的则是 Street 道路。无论是2轮或是4轮，只要是稍微熟悉一点机械运动赛事的朋友，对车辆调教的存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没错，即便是拥有最高出厂配置的车辆，调教的不好，也不能发挥出机车应有的水准，或者是造成车辆基建的损伤，更有甚者造成交通事故。至于针对公路行驶而进行的阉割调教，绝不仅仅是限制一下动力输出，添加上后排架、LED 大灯、转向灯和后视镜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在所有层面上做出精准而平衡的调教和配合，所需要的技术实力远比向上升级要更复杂得多。举例来说，其实公路的路况比赛道要更加复杂多变，而在公路绝不会有 pit 区在路边等候车主随时更换轮胎、调教悬吊，另外也不会有车主想要为自己的车子配备那些费时费力必须专业团队才能维护的弹簧阀。任何针对这些必要做出的小更改，都会对车辆从头到尾的生产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影响。这样费力不讨好的项目，想必也只有本田才会去做吧？为什么不像某些厂牌一样，大力宣扬一下顶级赛事技术和试售车款的联系，但却省下力气，并不做真正的技术研发，只是大体搞定车壳，再堆叠一些技术和配置，最后不仅售价看起来更容易接受，真实利润回报也更高，何乐而不为呢？不，Honda本田就是要把实现梦想的纯粹执着贯彻到底。这款全球限量200台的极致奢华经典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并不是玩票性质的加入昂贵行列那么简单。就像很多人一直有疑问，为什么本田的车相对于相同级距、相似配置的车总是较便宜些？现在为什么本田又要选择做这么昂贵的车？难道不是与自己的评价精神相违背吗？其实从品牌创立那天开始，本田就一直处在被打压、被排挤的位置，而它却不止于仅仅是求得立足，反而是在逆境中直接把超越和突破作为梦想。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在商场上退一步甚至原地踏步，并不是海阔天空，而是万丈深渊，反而进一步有时才仅仅得以生存。无论是在日本本土还是在海外市场，本田的存在都犹如职场上过分努力的鲶鱼一样，纯粹将梦想作为信仰，不与任何人同流妥协，搞得其他品牌不胜其烦，不得不年复一年的提高性价比，不断加大研究经费，投资技术研究，最终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实惠和安全保障。感受一下欧洲媒体甚至是日本本土对Honda本田的区别对待程度，这点就可见一斑。有趣的知识点，本田系列复刻版本采用的一切零件都是实际竞赛原件，因此就必须采用另外一套专门的厂队工具来进行维修和维护，所以一般经销商是不会为了1-2台车子买一整套赛事工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车款一般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连维护也要回少数几个原厂指定据点。另外，这款车也是全球首款搭配 Smart Key 系统的机车。根据车型更新后续以及实际市售销量的考量，以上就是全球10大最昂贵车款。至于市场上出现的其他昂贵车型，例如 Massimo Tamburini T12 2016，还有待后续的观察。也许这个表单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得到更新。影片最后为大家简单列出排名稍稍在后几款车型。谢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PH7，下次见。